男人提着灯笼走夜路，却听到前方传来一阵呼救声，原来是个崴了脚的婆婆。于是好心的男人打算背着婆婆送她回家。两人经过一个山洞时，婆婆说她有东西落在里面，让男人帮她去取一下。怎料进去后，她竟看到了满地的金银珠宝，而此时点亮红心，留下财源滚滚，都能够鸿运当头的发大财。男人心想，有了这些财物，自己下辈子就不愁吃穿了。正当他要带着宝箱离开时，婆婆却突然出现，直接让男人领了盒饭。原来面前的这个婆婆银花婶其实是个鬼魂，她一直守护着山窟里的宝藏。如果有人妄想要偷走财宝，那么她就会送对方归西。原来银花婶生前是个很有钱的寡妇，所以在她去世以后，村民们都在传她将亿万珠宝都藏在了这个山窟里。然而前来寻宝的人没有一个可以活着离开。这天，银花婶被一阵熟悉的香味吸引，原来是她生前最爱吃的面茶。阿三是个善良的小伙，每天都起早贪黑的起来卖面茶。面茶的香气让银花婶一路跟随，没想到竟无意间在阿三和女友迎春的面前显出了原形。银花婶本想找个借口开溜，可善良的两人误以为他是没钱买面茶，于是便好心的为他盛了一碗，还热情的询问银花婶住在哪里，他可以每天都送面茶给银花婶吃。而银花婶也在无意间透露了自己的住址，但他也很快反应过来，明白自己不能再待下去了，于是连忙施法离开了这里。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，隔天阿三竟然真的找上了门，并好心给他冲泡了一碗面茶，这让银花婶非常的感动。从那天开始，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，阿三都会准时来给银花婶送面茶。久而久之，两人也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。银花婶见阿三不仅心肠很好，而且对待他也很用心，于是就想要帮帮他。得知阿三最近生意不景气，于是偷偷对着担子上的茶壶施法。从此以后，喝过阿三面茶的人都纷纷上瘾，想要一喝再喝。阿三的面茶生意也变得越来越好。这天，恶霸王老爷看见许多的人都在排队，于是便凑了上去，让保镖将所有人赶走，甚至还看上了迎春的美貌，想要拉她到小树林里约会。阿三见状连忙制止。此时一旁的银花婶无意间看见王老爷手上的疤痕，他一眼就认出对方正是当初将自己杀害的仇人。当年王老爷因为躲债欠了一屁股的债，为了躲债，他打算到山上避风头。然而又饿又累的他恰好昏倒在银花婶家门口。银花婶见他可怜，于是好心将他收留，并给他准备了丰盛的饭菜。银花婶问他为何会昏倒在外面，王老爷便谎称自己是来投奔亲戚的，结果路上遭遇土匪，身上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了。银花婶听后十分的同情，并让他先在这里住下，等养好了身子再说。知道他身上没钱，还拿出一些银子递给他。然而王老爷并没有心生感激，反而还恩将仇报，将银花婶打死，妄图霸占他的财产。银花婶临死前在他手臂上留下抓痕，并发誓做鬼也不会放过他。在杀害银花婶后，王老爷就随便找了个洞口，将尸体埋了起来。然而诡异的是，银花婶的财产也随着消失不见了。从那之后，就有人谣传珠宝就藏在某个洞窟里，因此吸引了不少人前去寻宝。可他们全都被王老爷暗中杀害，然后再下山散播谣言，将这一切都说成是银花婶的冤魂大开杀戒，让大家从此都不敢上山。如此一来，就没有人敢跟他抢宝藏了。而后来王老爷却发现银花婶所留下来的抓痕、伤口一直未能痊愈，找了无数的名医都无济于事。没想到如今却成了银花婶认出他身份的关键。王老爷表示要让阿三跟他的保镖比掰手腕，要是自己赢了就要带走迎春，输了就放他俩离开。为了不在心爱之人面前丢脸，阿三果断答应应战。可保镖身形魁梧，一看就很有力气，上来就用实力将阿三碾压。好在银花婶在一旁施法，让阿三变得力大无穷，最终赢过了保镖。王老爷也只好悻悻离开。随后两人好奇银花婶为何会法术，事到如今，银花婶也只好将自己是鬼魂的真相说出来。银花婶本以为两人会因此害怕嫌弃，可阿三和迎春都觉得银花婶虽然是鬼，但却心地善良，而且刚刚还帮了他们的忙。他们希望银花婶能够留下，让他们能好好的照顾他。银花婶听后非常的感动，殊不知几人之间的谈话全被迎春那个贪财的嫂子燕平听见。恰好此时迎春的大哥正在，因为在王老爷的赌场欠了1万块钱，而遭到王老爷的威胁。王老爷让他3天之内把钱交出来，否则就要让他的妹妹迎春嫁给自己做小妾。正财本打算收拾东西逃跑，不料刚好撞见回来的燕平。得知丈夫的情况后，燕平将今天所看到的事讲给他听，于是夫妻俩便商量演一出戏。正财在妹妹回来的时候，
假装想不开闹上吊。迎春看见这一幕，被吓坏了。得知事情原委后，迎春急忙去找阿三想办法。为了不让迎春嫁给王老爷做小老婆，两人无奈之下来到银花婶的住处，想要问银花婶先借用1万块钱。于是银花婶便施法变出银票交给他，还叮嘱他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事说出去。然而这一切都被尾随而来的正财夫妻看到。隔天，正财将银票还给了王老爷，可是王老爷却很好奇，他是怎么一夜之间筹到钱的。为了逼他说出实情，王老爷将燕平发了要挟。为了妻子的安危，正财只好将事情全盘托出。王老爷听后高兴坏了，为了能得到银花婶的宝藏，他又命人将迎春绑了，逼迫阿三帮他找到银花婶的亿万珠宝。为了拯救心爱之人，阿三只好厚着脸皮来向银花婶求救。银花婶表示，想要得到宝藏，那就要经过一系列的考验，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。可是阿三表示，如果没有了迎春，他也不想活了，当即答应要挑战银花婶的考验。于是银花婶便告诉了他宝藏的具体方位。接着阿三便开始了他的寻宝之路。王老爷为了监视阿三，于是便逼正财和燕平前来跟踪他。路上，阿三遇到一位摔倒的老人，见状他立马上前搀扶，还好心地帮老人捡起地上的金砖，并叮嘱他一定要把贵重的物品收好。随后阿三便离开了。怎料正财夫妻看见后竟心生歹意，直接将老人打昏，把金砖抢走。殊不知老人正是银花婶所化，目的就是为了考验阿三。随后银花婶施法将那块金砖变大，燕平一个没拿住，就让黄金掉进了河里。而这也因此让阿三发现了两人的存在，两人只好表示是王老爷用迎春逼迫他们来监视阿三，眼下救人要紧。于是三人同行继续往前走去，就这样一直走到天黑，他们终于来到了那个洞窟。怎料洞口周围全都是毒蛇，贸然进去肯定会被咬死。正当几人一筹莫展之际，阿三发现了一旁的土地庙，于是他连忙跪下祈求土地公，希望土地公能帮帮。没想到下一秒，土地公竟真的显灵，施法赶走了所有毒蛇。随后几人来到洞窟，并发现了银花婶的全部珠宝。夫妻俩见状，想要把宝藏全部搬走，可阿三却表示做人不能太贪心，我们拿1箱够救人就好了。就在此时，银花婶现身出现，阿三凭借自己的勇敢与智慧，成功找到了他的宝藏，所以这里的所有珠宝阿三都可以随便使用。说完，银花婶便消失不见了。回去后，他们将1箱珠宝拿给王老爷，王老爷也信守承诺放了迎春。本以为今后两人能过上平淡的生活，不料死性不改的王老爷为了能得到迎春，竟然设计将阿三杀害。好在最后阿三的尸体被迎春和银花婶找到，银花婶及时施法帮阿三还魂。另一边，正财和燕平以及王老爷还想觊觎银花婶的珠宝，于是又偷偷溜回了洞窟，不料却发现箱子里的珠宝全都不见了。此时几人互相猜疑是对方将珠宝藏了起来，最后都惨死在对方的刀下。而银花婶大仇得报，也终于能够转世投胎去了。阿三最终得到了银花婶的全部财产，但善良的他却选择将这些钱拿去行善积德，帮助那些贫苦的穷人。相信如果银花婶得知后，一定也会非常开心的。